這個老警是真牛逼，他竟然不分青紅皂白就朝着路人連開2槍。可直到靠近後才發现，中槍的男人居然也是一名警察。雷哥腦袋轟的一下炸開了，他一路狂飆將傷者送到了醫院。手術室外，雷哥看着中槍警員的妻子和孩子，心裡別提多不是滋味了。這時候搭檔小吉卻安慰他，當時的做法並沒有問題，所以用不着太自責。那麼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原來2人在出外勤時，有一位路人突然向他求救，說正遭到壞人追殺。於是雷哥立刻握緊了手中的配槍，只見一名男子手持武器踉蹌着追了過來。雷哥多次警告他放下武器，但這哥們兒就像是听不到一樣，無奈之下才连開了2槍。多虧他的槍法不怎麼樣，否則罪過可就大了呀。但麻煩也隨之而來。很快內務部就介入了調查，那小問題問的是賊拉有水平，比如雷哥到底喊了幾次放下武器，受傷警員又有沒有表明警察身份呢？雷哥本來十分確定的，但經他這麼一問，好像又沒有那麼確定了，因為他也記不起来到底是喊了幾次，而且當时現場摻雜着火車疾馳而過的聲音，所以更不能確定男人究竟有沒有說自己是警察。而更糟糕的是，經過媒體誇張的渲染之後，雷哥簡直就成了一個謀殺同僚的暴力警探。眼下如果想要自證清白，就得搞清楚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那個衝過来報警的男人又跑去了哪裡。從案發現场附近的监控中能看到，報警的男人当时正拿着一把手槍，像是在逃命。没過一會兒，他就把槍扔進了垃圾桶，所以那名警察追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呀。這下有了突破口，雷哥正打算去調查清楚，可好巧不巧，這時候上面將他停職了。由於外界輿論的聲音太大，內務部又暫時沒有結論，所以他只能老老實實的在警局等待結果。而這個時候搭檔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了。小吉查到了嫌犯家的住址，但只有他的母親在家，帶回來一問才搞明白，原來兒子處了一個對象，2人不僅花錢大手大腳，而且還沾上了毒品。事發那天晚上剛好兒子來找母親要錢花，可母親又不願意給，所以兒子就用槍威脅他，而這一幕剛好被路過的這名警察碰到。後來2個人一個跑一個追，結果就被雷哥撞上，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。隨後警方在垃圾桶裡找到了嫌犯丟棄的手槍，奇怪的是，槍上不僅有那名警察的血，經過彈道檢測，他還是一起搶劫謀殺案的兇器。看來這小子是想錢想瘋了呀。再看看此時的雷哥在哪呢？他正在偷偷監視嫌犯的家，他覺得那小子一定還會回來找母親要錢的。可這時一輛警車突然出現，他們接到路人報警，稱這裡有一個可疑的採花大盜。這不完犢子了嗎？警徽和配槍都被沒收了，說自己是警察，人家也不信呀。好在雷哥被帶走後，小吉接替了監視工作，果然抓到了一名嫌疑人來找母親要錢，但並不是嫌犯，而是他親愛的女朋友。女人在得知自己即将要背上謀殺罪的時候，想都沒想就將男朋友給出賣了。原來當時上門要錢，他就在馬路對面看着。嫌犯的母親隱藏了一個真相，男人確實用槍指向了母親，警察也確實過來阻止，但打鬥過程中，母親看到兒子落了下風，於是他抓起槍狠狠砸中了警察的腦袋，所以才導致後來無論雷哥怎麼喊，那名警察都好像聽不到一樣。不出意外的話，應該是造成了腦震盪。看來這對母子都不是什麼好鳥呀。事情總算是真相大白了，雷哥也恢復了全職。接着警方安排女人與嫌犯碰面，看來這小子還是個情種，完全沒有一點戒備心。可直到看見了雷哥的大臉，這才意識到自己被出賣了，但卻已經為時已晚。雷哥怎麼會讓他第2次從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呢？你小子不是喜歡找警察嗎？你猜怎麼着？這次又是我，你怎麼不跑了呢？事後中槍的警員也蘇醒了過來，但他並沒有去怪罪雷哥，反而像是在誇獎他做得很对。看來他的腦震盪還沒好呀。估計這劇情只有電視劇裡敢這麼拍了吧。關注劇時，明天接着講。